这3仗，我定要倾尽全力，绝不能让这小子有一线生机。是吗？一字会剑门的劈山掌以刚猛著称。哎，宋清波对此功法练的那是炉火纯青啊！但是他不知道师傅你有灵力护体。师傅，你只要将灵力布于膻中穴，即便是他的掌法再刚猛，他也抵不过你体内灵力的1/10。彭少侠年纪轻轻，竟然凭借自身内力硬是扛下一掌，当真是人中龙凤啊！没事吧？宋掌门，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？还是说你刚才没吃饭啊？这是活路掌法，怎么会如此怪异？这，宋清波，这个指甲黑的仿佛那个鹅爪风，要不然回去找个大夫看看吧。邱掌门，请看，这并不是掌法，而是爪法。方才宋掌门在凝气之时，双手指锋如钢钩，分明是将掌力逼成了爪形。这等阴毒路数，绝非正道不学。没错，此乃一字会剑门的禁术，掌心淬有西域奇毒，便会心脉寸断而死。师傅呀，这第2掌我就不知道你如何接呀。我师父常说，这刚猛如洪涛，柔转似流水。这洪涛再烈，只要遇到这绕山的流水，也得乖乖改道。哼，我倒是要看看，等会儿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这一掌，我要让你尝尝心脉断裂的滋味儿。大圣，去死吧！到了。宋清波老奸巨猾，恐怕没那么好骗的。这奸猾之人最是自负，只要我卖个破绽，便可以事半功倍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卸去内力了，怎么可能？武功可不只有刚猛这一条路可以走。堂堂一派掌门，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方才彭少侠那一隐一闪，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每一分力道都顺着宋掌门的掌风流转。呵呵，当真是深得武学3昧啊！彭少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见识与身手，将来在武学一道上的成就，怕是不可限量的。小子，你使诈！分明是你使诈在先！你刚刚的掌法阴毒至极，明明想要置我于死地，站着不动让你打，那才是愚不可及。宋清波，你一把年纪了，还说别人出钱使诈，丢不丢人？阿弥陀佛，宋掌门，方才老衲看得真切，的确是你先坏了规矩。宋掌门，你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掌了吧？闭嘴！岂有此理！宋清波的内力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？宋掌门这是用真气逼出体内的实邪煞，但掌心的黑雾便是纪年煞气所化，沾上则经脉寸断，便是金刚不坏之身也难扛住啊！真没想到，短短1年时间，宋掌门的修为竟然进如此之快。看来彭少侠这次是凶多吉少了呀。彭大圣，
怎么样，晴儿？爹，我保护大人。来人，带小姐回去，众人好好医治。是。慕容盟主，刚才在下抽内掌的时候，已经卸掉了80%功力，想必不会危及到令爱的性命。求您大人有大量，莫要迁怒在下。继续吧。是。宋掌门的3仗已经打完，接下来各位是不是可以听彭大圣一言了？阿弥陀佛，彭少侠，你若有什么话，尽管直说吧，我等自会替你主持公道。多谢大师。我想问宋掌门，近日武林各派遭魔教屠戮的例子不胜枚举，但为何你这个一字会剑门总能独善其身？难不成你宋掌门身上有什么独特的人格魅力，能够让魔教对你们绕道而行？这能说明什么？只不过是我志派有方，所以魔教不敢前来寻衅滋事罢了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近1年来，武林当中的一些小门小派被魔教屠戮之后，你宋掌门为何总能第一个赶到，收敛门徒，并为分舵？单就这一件事儿，你扩张分舵数100个，收敛门徒数1000人，你告诉我，这也是个巧合？这只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罢了。各位，单凭他说的这些捕风捉影的事儿，就说我宋清波勾结魔教，大家觉得他的说法站得住脚吗？的确存疑啊。是啊，不道理，这些证据确实不足以证伪啊。阿弥陀佛，彭少侠，你可还拿得出其他证据来证明你方才所言吗？大师，证据马上就到。一派胡言！我看你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各位，难道今天的武林大会是给他彭大圣一个人开的不成？彭少侠，你若一时拿不出其他证据，老衲以为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议，如何？证据到了。各位前辈，此人就是你们要的证据。晚辈本是一字会剑门中弟子，前几日曾亲眼目睹宋掌门与魔教要人会晤，因担心被掌门灭口，这才连夜逃离姑苏，逃奔江北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这53以后要多少有多少。属下一定尽心竭力，万死不辞。弄霄楼近日有探子得知，有一字会剑门的弟子逃亡到江北，将此事告知于我，我连夜把他带回姑苏，当面指证宋清波。宋清波，你勾结魔教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老子早就登上了联军统帅之位。你
为何存心要坏老子好事？你唆使林敦害死小九，今日我必要你血债血偿。是吗？好，那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这一字会剑门的周公剑，真乃是天下第一剑。这千机御剑术，真可谓是出神入化呀！彭少侠仅凭一把大刀硬扛，怕是撑不了太久啊。是啊。小兔崽子，看来老子还真是小觑了你。没想到，老子的周公剑都奈何不了你。什么狗屁周公剑？我看是你人脸皮够贱。哼，牙尖嘴利。既然你这么着急投胎，那老子就成全你。徐熙宁姐，老衲听说，这聚气凝剑之术，乃是聚集毕生罡气所炼化而成，虽有毁天灭地之势，但同时也会耗费巨量真气。看来这宋清波是要拼死一搏了。彭大圣，认命吧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别过来！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恩怨，我今日必亲手了结他。天生绝脉又如何？必然一死又如何？我的命，我自己说了算。彭大圣，认命吧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横扫千军！你的刀意怎么会如此强烈？因为我杀你之意，比刀意更烈千万倍。小九，我会把所有害过你的人都一个一个挑出来，替你报仇。阿弥陀佛，真是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呀！彭少侠为武林除此大害，实乃大功一件。我看联军统帅就不用选了，就让彭少侠来做，如何呀？咦，大人啊！且慢，我尚有一事，想要请问彭少侠，不知少侠的令尊令堂是否还健在？酋长们，你问这些做什么？自古江湖之中，身份便是根基，还望彭少侠能够如实相告。我尚在襁褓之时，
便被我父亲送回山门，从此再没有见过我的双亲。也就是说，彭少侠无法证明令尊的身份了。彭少侠，邱某无意冒犯，只是若你连自己的身世来历都说不清，又怎能让众人安心将身家性命托付于你？哦，别！我今日来此，只是为了报仇，并不想当什么联军统帅。况且仇人已死，便不再多留，告辞。我能证明他的身世。20年前，魔教荼毒中原，无数江湖豪杰战死。为了抵御魔教，各大派组织联军，围攻魔教总舵不死海。不知各位可否还记得那次大战？阿弥陀佛，老衲曾有幸与少林前方丈一同参与过此战，而今仍记忆犹新。我记得当年，那魔教教主白衣尊者，竟凭一己之力力克8大派掌门，8大派高手竟无一幸免。那等威势，至今想起来，还令人心头发寒呐。此战在下也有所耳闻。听闻大战过后，白衣尊者已是强弩之末。恰时慕容庄主与一位来历不明的彭大侠尚有一战之力，二人乘胜追击，合力将白衣尊者打下幽冥谷的万丈深渊。从此以后，白衣尊者杳无音信，而魔教如丧家之犬，再也没有掀起过风浪。你们说的对，只是有一点不同。当时我被白衣尊者重创，根本无力再战。是你说的那位大侠，他以一己之力将那魔头打下了万丈深渊，他也因此耗尽了真力，命不久矣。慕容庄主为何突然提起这桩20多年前的旧事啊？是啊，你口中的那位大侠，他本名叫彭真，曾经与我是结义兄弟，而他与你们眼前的这位彭少侠关系匪浅。那次大战之后，彭大侠自知时日无多，为了保护他的骨肉不被魔教寻仇，他便决定将他在强暴之中的儿子送回他的师门去寻求庇佑。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曾经求我誓死守护这个秘密，因此我才隐瞒至今。慕容前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要说的是，彭大侠师门就是你现在所在的五虎断刀门，而你彭大圣很有可能就是他存在这个世上的唯一骨血。这彭大侠的儿子。可是慕容前辈，如果我父亲跟我同出一个师门，那我师尊为何要骗我？这个问题简单，无非是他怕你为父报仇，去与魔教为敌，怕你重新走上你父亲之死的覆辙。比武招亲那天，我看到了你佩戴的玉魄，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我彭真兄弟的贴身之物，而你也说过，那是你父亲留给你的信物，从你的年龄来推断，也恰好吻合。试问大家，这世上焉有如此巧合之事？不过师傅，我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就是仙师祖最器重的一个门外弟子。20年前把你送到山门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不过啊，既然他把这玉魄留给你，想必定有深意。机缘到了，自会清楚。难道这就是师傅所说的机缘？阿弥陀佛，慕容庄主乃是当年那场决战的亲历者，所述言之凿凿，定然非虚。彭大侠舍生取义，听起来真是让人肃然起敬。早闻彭大侠之名，如雷贯耳。如今见棋子风骨，方知何为虎父无犬子啊！各位掌门，列位同柴，大家请看这块英雄碑，这上面的碑文
乃彭大侠当年亲手所撰，这上面写着“侠非逞凶，乃护苍生”，也成为后世武林的纲要。当年彭大侠以一己之力守护了武林的安宁，如今他的骨血就站在我们的眼前。试问，如果让彭大侠的儿子担任这个联军的统帅，大家是否觉得妥帖？哎呀，有道理。阿弥陀佛，当年彭大侠舍身为道，而今彭少侠又为我武林除一大害，我少林自当鼎力相助，推举彭少侠为联军统帅。我崆峒绝无异议，有彭少侠领军，定能继承彭大侠之志，荡平魔教余孽。我昆仑派也支持，高江派支持，我也好，既然大家都无异议，从即刻起，各派挑选精锐，组成联军，由彭大胜任统帅。明日发兵六出山庄，剿灭魔教，还我武林一个朗朗乾坤。诛除魔教，为我武林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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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诛除魔教。哎，师傅，这明天就要出发了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你觉得我爹真的是那个彭大侠吗？哎呀，这个是与不是其实没那么重要。那你说什么才重要？重要的是，你有了这层身份，你就可以大展拳脚，干你想干的事儿。六出山庄之战，罗刹刀魔他肯定会出现，这正好是你报仇的良好时机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应该把我的重心放在六出山庄之战上，为小九报仇，才是头等大事。六出山庄之战生死未卜，那帮各大门派的掌门他肯定不会轻易出手。师傅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。老唐，你信命吗？我师父说这是我命定的结束，无论如何，都难逃一死。那师尊都有言在先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逆天而行呢？因为我不信命。师父常说天命难违，可他老人家不还是费尽心思的为我续命？他能为我逆天改命，我又为何不能摆脱这命运的枷锁？不是师傅，你还能把天捅破吗？捅破这天又如何？如果人命真是天定，我就和这天斗上一斗，以天地为战场，以星辰为锋芒，纵然粉身碎骨，亦是浑然无惧。这样的人生，岂不快哉？哎呀，我老唐是老喽，只能尽些微薄之力了。灵雾崖上的七叶还魂草该收了，此物啊，性情温和，正好采回来给你压压体内的灵力。我这就去把它采回来，顺便在山里啊，也静静心。师傅，明天还出发呢，早点休息吧。爹，你的伤还未痊愈，应该静养，赶紧回房休息。爹，你明知道六出山庄是魔教的陷阱，为什么还要举荐彭大圣去做联军统帅？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？爹做的这一切，实在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爹能看得出来，你现在喜欢他。可是他偏偏出身低微，难以与你相配。佛祖金身便可居于庙堂之上，他若是泥胎，连自身都难保。我捧他做这个统帅，实则是在给他铺路。可那日在武林大会上，爹说他是彭大侠的遗孤，难道这是假的吗？
晴儿，你给我记住，他彭大圣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心里有他。他若再不识好歹，我能给他塑金身，也能给他拉下神坛。可彭大圣毕竟救过我的命，我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，我只要他平安。糊涂！比武招亲那日，他敢当众悔婚，就凭这一条，就够爹杀他100次。要不是他在这些少侠中还算出类拔萃，你又对他产生了情愫，你觉得爹能让他活到现在吗？若此次去六出山庄，他被魔教之人所害怎么办？那也是爹对他的考验。他若是能经得住考验，那说明他有实力与你相配。若他要是不敌被杀，那是他命不好。一个命数不好的人，怎么配得上我慕容香的乖女儿呢？爹，行了，赶紧回房歇着。禀家主，彭大圣等人已经出城了。晴儿，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爹的苦心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彭大圣，你该不会是想当缩头乌龟吧？现在怎么办？只能赌一赌了。苏姑娘玩什么不好，偏要玩这些随葬之物，也不怕晦气缠身吗？你们如何识得破我的玲珑幻术？方才段姑娘挥剑破喉时，未见半点血迹，我便笃定，这几人绝非人形。想必从我们入门听见琴声那刻起，便进入到了你的幻境了吧？所见所闻，皆是虚妄。既然你们看出了端倪，又怎知我的幻术聚火呢？五行幻术属阴，需借水气凝形，聚烈火焚身。而你这庭院当中，流水潺潺，想必正是借着这水气，稳固幻阵，迷惑人心。公子果然聪慧过人，奴家很是钦佩。不过，奴家的幻术从未加害于人，只不过是利用人性的贪嗔痴怨，还施彼身罢了。苏爷爷，你以正确的勾栏验明，招引侠客入厝，再用幻术迷其心智，将他们收归己有，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。如此下三滥的手段，你还敢说自己从未骗人？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娘子！不过，你们以为破得了奴家的幻阵，就能毫发无伤地离开此地吗？唐公子，几日不见，倒是越发俊朗了。老婆子我一发喜欢了。这么喜欢小爷我呀？那当我的刀下亡魂如何呀？嗯。
小子，待会儿我就把你变成我最得意的尸魁，到那时候，看你的嘴还硬不硬！老妖婆，我今日定要取你性命，为我师父报仇！死丫头，口气还不小！你那死鬼师傅跪在尊者面前求活命的时候，可比你乖顺多了。拿命来！罗刹斗魔人呢？让他滚川受死！这山庄好生诡异，走了半天，怎么连个鬼影都没见到？能见到鬼才怪！我方才让你从正门走，哎，你不走，你偏要走后门啊！好了吧，迷路了吧？你开心了？哎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从正门入庄如此招摇，魔教妖人又不是瞎子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汤少主说的好在理啊！那你不妨再说说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为今之计，唯有分头行动才是上策。若是发现异常，就以3声哨声为号。只是务必小心，若是发现萧兄，萧兄，萧兄，萧兄！周姑娘。就凭你师傅又如何？临死之前还不是跪着求我们魔教放过你们五毒教？那模样跟一条死狗没什么区别。我杀了你！你师傅临死前还中了我的尸骨毒，我亲眼看见他躺在地上是满地打滚儿，那5脏6腑被我的蛊虫给咬了，化成了一腔血水。临死前还哭着求我饶过青瑶，饶过青瑶，好不可怜呐！青瑶，老师为师此行有难，望你守护好五毒教，守护好我们的家。青瑶，对于强敌要稳固心神，方能绝境逢生。今天我就带你去找他。破镜了！拜你所赐，我才得以破镜4品。这一剑是为我师父讨来。这一剑是为被你们害死的五毒教弟子讨来。这一剑是为天下千千万万被魔教毒害的江湖侠士讨来。我为你报仇了。你终于肯现身了。不过是死了个女子罢了，不值一提。不过那个小女子倒是挺硬的，她死到临头还在护着你。只可惜她跟错了人，注定死路一条。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三司堂，好。
奇怪了，人怎么不见了？难不成这条路是通往魔教圣坛的？啊，我真是个天才！啊！禀尊者，一切正如您所料，彭大圣目下正与罗刹刀魔斗得难解难分。那你不妨再猜一猜，他们两个谁会赢？奴婢不敢妄测。但说无妨，本尊赦你无罪。奴婢猜，彭大圣应该会赢。为何？尊者若是想取彭大圣性命，易如反掌。何况尊者又设下6处山庄之局，布局深远，绝非为杀他一人。所以，奴婢斗胆猜测，或许彭大圣活着，对尊者而言更有价值。你能理解到这个层面，本尊甚美。不过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饶他不死了？尊者，我……宋爷爷，别忘了你的命是谁给的。奴婢的一切皆为尊者所赐，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。那你还敢背着我对那小子动情？奴婢没有。你没有？那天在花车之中，你跟他郎情妾意，当本尊瞎了。奴婢这么做，皆是为了尊者。为了我？那日奴婢若全无华魁姿态，势必会引起万人疑心真去楼。奴婢自无知觉，实是未免打草惊蛇，为了尊者的大计着想，绝非奴心所愿。尊者若是怪罪，奴婢这就以死谢罪。行了，真不愧是我兄弟啊！啊，连花魁苏爷爷都已经拿下了，小子艳福不浅呐！何人敢闯本台？啊，方才走错路了啊！你们不用管我，继续聊，继续聊啊，继续聊。小白脸，赶紧走！哇！就你们两个废物，也敢窥视本尊！别追了，地下的石杖坛乃本尊的煞气所化，他们两个人不可能活着出来。随本尊去看看外面的情况。是。你没事吧？小癌灭大，死不了。如果没看错的话，这些瘴疠应该是煞气所化，沾之必死。只不过是些瘴气吧，少见多怪。啊！小心！这是石杖业化，针之可入肌里，分骨生魂，不死不灭。这太邪门了吧！你发现没？这四周的瘴疠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乖乖，还真是啊！小子，
凭你的威猛修为也敢与我对照，当真以为我罗刹刀魔的名号是白叫的？管你什么刀魔剑魔，我只知道，我今日必杀你！哼，小子，几日不见，刀法精进不少。既然这样，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刀道。这世上还未有人能扛过我的罗刹三绝。你的奇经八脉已断，你至多还有1个时辰可活。这么说，你的真气也散尽了吧？不可能！我分明已经打断了你的奇经八脉。天门要事！要不是你逼我吞下玉魄，玉魄内的灵力岂会为我所吸收？逆境炼化玉魄！天门要事！不可能！万人归宗！小小。大圣哥，给你报仇了。哎，风兄，风兄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先出庄再说。走。你们2个还真是走了狗屎运，落入本尊的石杖坛，还能活着爬出来。老妖怪，你那什么狗屁石杖坛是放屁崩出来的吧？臭不可闻的！找死！你们快走！北尊这是位高深莫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别废话了，你们不走，都得死在这儿。早点搬救兵过来，或许我还有一线生机。快走！洪大圣，你来了。老妖怪，小九之死，是不是你意为之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一个黄毛丫头死便死了，谁会在意一只蝼蚁的死活？他是我心爱之人，不是你说的蝼蚁。所以，你想替他报仇？不妨一试。
一个天生绝脉的废物，也敢与本尊为敌，当真是螳臂挡车，贻伏撼树。有本事你是杀了我！洪大圣，临死之前你就不想知道本尊为何要费尽心机布下此局吗？老妖怪，凭你的修为，想带着魔教称霸武林，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。你的野心恐怕不止于此吧？说下去。六出山庄之战，你早就料到各大门派掌门会保存实力，袖手旁观，但你依然设下此局，实则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那你不妨猜猜，这沛公所应何事？你早就猜到我会击败罗刹刀魔，所以你一直坐山观虎斗。六出山庄之战，看似是局，实则是饵。你不过是为了让各大门派放松警惕，大费周章，恐怕不是只为了一个武林盟主之位吧？好一个冯大圣，竟能将本尊的算计猜得8九不离10。江湖各派心心念念的武林盟主，在本尊眼中视如草芥。本尊真正要做的，是令天下武林归于一统，成为万世顶礼膜拜的武道之神。武道之神，老妖怪，就凭你一个杀人如麻的邪门歪道，你也配？你等凡夫俗子眼中的武道，只局限于武林这一小小的方寸之间。我要的是令天下武林归于一统，更是我要成为武神之道。冯大圣，你可知道，若是集天下顶级武者的精元于一身，就可以打破天地玄关，与天地同寿。你如此处心积虑，就是为了吸尽天下武者之精元，助你突破生死玄关。准确的说，他们只不过是我成神之路的祭品。现在你知道了这么多，你觉得本教还会让你活着出去吗？你若想杀我，你早就杀了，你何苦等到现在？你还需要我活着出去，才能够让各教掌门深信你们魔教不堪一击，连我这样的无名之辈，你们都奈何不得。你就这么自信本尊不会杀你？冯大圣，就算是我杀了你，各大门派也会乖乖的来给我献祭。你的命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老妖怪，最好今日能杀了我，不然必为小九报仇。相比于杀了你，我更愿意留你亲眼看着我登上武林至尊的那一刻。我在不死海等着你来报仇，希望你到时候能够变强一点，不要让本尊失望。彭兄，彭兄，彭兄。苏西西，谁？爹，你是魔教的人。爹，
既然你已经看见了，爹也不必再瞒你了。父亲是武林盟主，受天下学武之人敬仰，为何要与魔教勾结？晴儿，区一个武林盟主算什么？爹要成为武道之神，让全天下的武者唯我慕容一家为尊。爹，女儿从小到大没有求过你半分，唯独这一次，求您放彭大圣一条生路，求父亲开恩允准。起来，给我起来！晴儿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忘不了那个臭小子。你可知道，在他心上没有你半分。我从未动过心。彭大圣是唯一一个。他不喜欢我，他心里有别人，我都认了。求父亲放他一条生路。求父亲！我不许你这么作践自己，晴儿。你想想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哪有我慕容后人的样子？来人！爹，小姐带回房去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她出房间半步。求你了，爹！快去！你不能这样，爹！你不可以这样，爹！要是小姐跑出来，我要了你们的命！黄帝内经有载，人体内共分8脉，名为督、任、冲、带，阴为、阳为，阴窍、阳窍。凡此8者，皆不拘于经，故而7经8脉。此8脉为气血之海，贯通周身。怪哉，真是怪哉呀！怎么了，老头？我刚才给你运气护法的时候，我发现你的8脉畅通，有大圆满之象。可按照常理来说呢，你天生的绝脉又有灵力缠身，应该是活死人才对呀。可是你现在还安然无恙，而且内息畅流，异于常人，我真是耐人费解呀！是不是你看错了呀？怎么可能呢？你的7经8脉与常人迥异，除非只有一种可能。哎呀，果然如此啊！师傅，你的无相气海是逆脉而行，正好遇到你的玉魄中至纯的灵力，两人缠绕在一块儿，竟然无意中打开了你的天生绝脉之先天之故，真是天意呀！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的天生绝脉被解开了？正是，在你跟罗刹刀魔一战时，尽情地释放了你体内的灵力，也只有这样，你才有机会跟你的无相气海相融合，打开你天生淤堵的8脉的最后一关，真是向死而生啊！向死而生，生机藏于寂灭，向死由生。你脚下的路是圆还是劫，终究要你自己踏过才知分晓。生机藏于寂灭，向死而后生。原来师父早就告诉过我改变命数的办法。你方才所言何意啊？师父跟我说过，命劫不可更改，可命劫当中也藏有生机。想要逆天改命，唯有向死而生，放手一搏，才能够冲破桎梏，改变命数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道法有云，非历劫破恶，不足以正道心。哎，就是你方才的意思了。祖师早就给你铺好路了，就等着你自个儿去悟呢。东北艮位赤光冲天，
师父，这是何天象？此乃赤色艮天，100年难遇的天开之象。此象何解？是吉是凶？艮为山，乃止；赤为火，为变。两气交冲，本有两解。若火焚山岳，则天劫降世，生灵涂炭；若山纳星火，则万物更始，旧绪换新。难道？我就说这赤色艮天现世不会全无缘由，原来是这臭小子要悟道了。师父，既然您明知大圣师兄的命数可改，为何不直接点破？道非自悟不可得，正如这天象有两解，是凶是吉，终究还是要取决于命主。如今赤色艮天现世，大圣的道途才算开始啊！是成是败，终究要靠他自己踏过去。师傅呀，我就闹不明白了，你已经解开了先天绝脉的桎梏，您为什么还不回师门呢？啊！我师父当年教过我守心，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守心不是躲在山门里安享太平，而是坚守心中的道义。也正是因为上天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得以解开了绝脉，我便责无旁贷。解救苍生于道玄，那是多么任重而道远的事儿啊！如今江湖险恶，尤其是魔教，更是凶狠无比。你千万不要鲁莽行事啊，一定要步步为营，谋定而后动啊！啊！如何？刚得到消息，慕容霄率领国派掌门及门下弟子离开了姑苏城，预计7日后便会抵达魔窟不死海。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，看来这白衣尊者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彭大圣，我不明白，既然国派掌门背信弃义，将你逐出了江湖，你为何还要帮他们？是，我也不明白。我不是为了帮他们，我是为了千千万万坚守武道的武者。如果让白衣尊者得手，武林将永无宁日，还会有很多像小九、像你师父这样的人惨死在魔教人的手中。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变了一个人啊？从前的你无心江湖纷争，只想着你师父和师门，而如今你却心系苍生安危，不顾万险，这还是你吗？我师父常说，芥子须弥，以小见大。我从小天生绝脉，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，都如同逆水行舟，绝无容易二字。可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，才明白众生可贵。以众生也好，以我自己也罢，这份道，我想自己来证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拯救苍生这种大事，怎么少得了我们？哎，打住啊！我可没你那么伟大，我来那纯粹是为了我兄弟。哎，顺道再看看那个不死海是什么鬼地方。我怎么感觉你们俩从流出山庄回来过后，友善了不少？有吗？嗨，之前有人跟我赛马，结果一不小心把马塞进了一个菜摊子里面，赔了3两银子才脱身。我真够不要脸的。那也好过你在姑娘面前秀奇术，差点把自己甩进河里。要不是我眼疾手快拉你一把，你早就成落汤鸡了。现在还有脸说我？小白脸，你说谁呢？我那是马受精了好吗？啊，马受精了你懂不懂呀？别贫了，走吧。妈。报，禀盟主，我军先锋已攻入魔窟不死海，魔教妖人望风而逃，不堪一击。再探。是。阿弥陀佛，盟主，这魔教盘踞不死海已有几10年之久。虽说近年来式微，但
所谓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啊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便溃败？老衲以为这其中必定有诈。我乃青城派掌门邱斌，今日我邱某人调替天行道，将你们两个邪门歪道碎尸万段。你们，我当是什么武林高手，原来就是个废物！我叫众弟子听令，给我统统杀光，一个不留！各位掌门，宗主，擒贼先擒王，大家随我赶往不死海，击杀白衣尊者。好。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！一群蠢货，就凭你们几个废物，也想踏平我教，真是不自量力！啊，你居然是魔教的人！准确的说，我就是你们一心想杀的白衣尊者。这慕容香，你身为武林盟主，却背叛武林，助纣为虐，你可还记得礼义廉耻怎么写吗？就凭你们也配跟我提礼义廉耻？想当年你们各派趁我慕容一族门庭衰微，分我祖业，屠我族人，极尽羞辱之能事，那时可曾想过礼义廉耻？阿弥陀佛，慕容施主，老衲劝你速速放下屠刀，毕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闭嘴！你个老秃驴，属你们少林最是道不岸。想当年家父跪求少林庇佑，你们非但不帮，还将他乱棍打出。你还有脸在这儿跟我说什么回头是岸？你跟他这种丧心病狂之徒，何须多言？与其与他废话，不如直接杀了他了事。说得对。就凭你们几个想杀我，你们还不够格。今日此地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处。诸位掌门同道，今我等已陷入绝境，若要活命，便要殊死一战。杀！国台派这么多精锐弟子，竟然全都死了。先找活口。白道长，快来啊！白道长还活着。白道长，你们的掌门现在在何处？不死海。白道长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走。是野火双怪。小杂种，想必你就是彭大圣吧？白衣尊者在哪？想见尊者，先过我们这关再说。这里交给我们了。白衣所至，天下臣服。尸魂一出，
万道皆哭。今日本尊就要成为武道之神了，你们几个是这天重要的一环，你们应该感到荣幸。快快跪下来受死吧！呸！慕容香，残害同道，背叛武林，今日我等定要替天行道，诛杀你这魔头！唐大圣，你来了，本尊等你很久了。慕容香，我早就猜到了你是白衣尊者。出发之前，我便让五毒教将你府中全部手下一网打尽。你的恶名早已在江湖传开。没关系，本尊不怪你。你快看，本尊现在已经是半神之身了。试问天下的武者，现在谁还敢不拜伏在本尊的脚下？哦，可惜你算漏了一点，我天生绝脉的先天之骨早已解开，体内的无相气海更是与玉魄当中的灵力相融合。我如今的修为早已今非昔比。是吗？那你一会儿最好不要让我失望。慕容香，你为了你所谓的野心，催使魔教屠戮武林，残害无辜。今日，我便要替天下的武者向你讨一个公道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崩山裂海！小点意思，不过想杀本尊，还差得远。老大，这就是你说的本事。在神的面前，你们都只是蝼蚁。唐大圣，在你咽气之前，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。那日我安排稳婆坐镇将你逐出江湖，确实是为了让这些掌门尽快前来送死。
而你的亲生父亲，也确实是20年前的彭真。只可惜我当时没能将你们父子一块送走，否则你怎么有机会伤我青儿的心？你为什么要杀我爹？为什么要杀你爹？是因为他要挡本尊的路。当年我从魔尊手里夺到了噬魂川，我发现那能帮我打破天地玄关，成为真正的武道之神。可是他知道之后，他就劝我收手。他知道我要干什么，他就劝我收手。啊！我只有成为真正的武道之神，我才有能力真正的打破门派之分。如果没有门派之分，就不会有江湖纷争，才能保江湖永世大平。跟他说不同，他说我噬心入魔，他要号召整个武林一起来阻止我。我一气之下打伤了他，可还是让他给跑了。陆如香，孩子是无辜的，只要你肯放过他，彭某甘愿受死。路是你自己选的。你今天中了我的噬魂掌，你和你的儿子注定会死在这里。你小人，我杀了你！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寇道士，不要多管闲事。师兄，快把孩子带回师门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与他的恩怨，今日必定有个了结。我已经将毕生修为化作灵力，注入此玉。这孩子以后若能长大成人，此物或能助他一臂之力。罢了，我一定会将这个孩子抚养成人。慕容香，今日我甘愿受死，你我兄弟一场，恩怨皆消。呀！那日你中了我的噬魂诀，虽没能直接要了你的性命，却也造就了你的天生绝脉。我本以为你时日无多，没想到那个臭道士居然有法子让你苟活到了现在。所以，所有人都是你的棋子，包括你的亲生女儿。本尊千算万算，就是没有算到你师父这只老狐狸，竟然为你和青儿定下了婚约。不过事到如今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你既然已经替你爹见证了我的成神之路，是时候送你们去团聚了。没什么。快走！你们几个既然想给我的好侄儿陪葬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师兄，冬姑娘，我们先走。要走一起走，仙儿，一起走。
4个废物加在一起，依然是废物。王大圣，该你了。慕容香。 活一世，草木一秋。可若是违心而活，就算得了长生又如何？师父常说天命难违，可他老人家不还是费尽心思的为我续命？他能为我逆天改命，我又为何不能摆脱这命运的枷锁？反正人生都得在世上走上一遭，与其畏首畏尾，不如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。打得过要他，打不过更要他。 就算只有1成的胜算，我也要舍命一搏。以天地为战场，以星辰为锋芒，纵然粉身碎骨，亦是浑然无惧。这样的人生，岂不快哉？我的命，自己说了算。天劫一世。 只听轰然一声，在场之人尽皆肝胆俱裂，七孔流血而死，骨材多变，肢裂于世。那彭大圣后来怎么样了呀？书中暗表，这彭大圣眼见亲友尽丧，心想：呜呼，虽我彭大圣独活，客官慢用。他有何用？随即当场拔剑自刎。嗨，无忌，什么？这本子烂尾成这样了，还卖得出去呢？听说这著书之人曾说，此书未尽之处，只待有缘人续章。也罢，反正我都死了那么多回了，也不差这一回。哎，师傅，您今日回姑苏，真的不跟萧公子他们说一声吗？他们要是知道您不告而别，肯定会生气的。 嗨，算了吧，他们最近不是挺忙的吗？整了一个专门解决江湖恩怨的组织，叫止歌堂。对。谢谢。哎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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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恭喜恭喜恭喜啊！哎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 叫江湖分争会的嘛，多直白啊！一听就知道是干嘛的。本少认为啊，还是叫止歌堂才更好些，也更文雅些。小白脸，别逼我在世界上最和平的地方瞅你啊！给你一个时辰，抓紧把这破字给我改回来。你休想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嘿，干嘛？哎，动手啊！你干嘛动手动脚啊？我踹死你！你小白脸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快来呀！别这样，我忍你很久了，来，给我等着，怕你！别吵了，行了行了。下！傅斯海之战后，慕容香死在了天劫之下，而我们侥幸活了下来。老唐被推举为新任的武林盟主，他力排众议，开设武林学院，抛选门第之见，平等选拔人才。 这滩沉寂多年的武林死水，竟真的被他搅出了活力。拜见盟主。慕容府被查封后，慕容冰清不告而别，从此不知所踪。有人说他去了峨眉山削发为尼，从此与青灯古佛为伴；也有人说他拜在天山灵鹫宫门下，成了公主最得意的关门弟子。 不过江湖传闻啊，就像茶馆里的说书人，听听就好，没人会当真。
而我，彭大圣，决定离开这个本就不属于我的江湖。只不过，我好像多了一个同路人。姑娘，你真要跟那小子走吗？小二，五毒教就交给你了。姑娘放心，小二定会看好五毒教，等你回来。姑娘，总有急事，我去哪里找你啊？我在江湖。徒儿彭贵发拜见师尊。你来见我作甚？回师尊，大圣的命劫已解，不过几日便可回归山门了。徒儿斗胆请示，您亲自授他无相神功一事，是否应该让他知晓？不必了。可大圣毕竟是您的亲孙儿，您老就不想祖孙相认，以享天伦之乐吗？20年了，我要想见他早就见了，何必等到今日？师父。此刀名曰破阵，乃为师当年亲用，你待我转交给他，不过不要让他知道。绝品的神兵利器，说送就送。师父这张嘴，还真是越老越硬啊。徒儿遵令。天地之间，正邪之气若阴阳八卦，相克相生。不死海一战虽灭了慕容香，但其残存的噬魂魔气未散，竟寻到了新的宿主。一场新的江湖浩劫正在暗处酝酿。你的大限将至，难道甘心就这么化作一抔黄土吗？你是何人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够帮你突破生死桎梏，与天地同寿。